马尔的脚不听话，你看到了吗？那不是老师，只是代课的老师。妈说你的病传染，挂了头算旧部了。你教书，他们拿钱，哪有这理儿？我还想养鱼、养鱼、养鸭，还养鸭，我什么都想做。我那亲戚说你这病要治就得早治，20过头那就不好说了。爸，你不用扶啊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什么时候发的病啊？上初中的时候有点不得劲儿，后来越发展越厉害。能上楼吗？原来能上，现在不能了，现在怎么样了？连台阶也上不去。手臂肌肉现在还可以，还有点力气。我上小学的时候100米还跑过第1名呢。哦，那这样，走几步我看一下啊。好。好了，行了，来，坐下。手指头老叉着，老提着裤子干嘛？我往腿上绑了根绳，能找平衡。这孩子挺聪明啊，知道自己找平衡，不容易。大夫啊，他上初中以前身体一直挺好，可后来，大夫啊，你一定要给想办法。啊，这我知道。大夫。哦，文仲啊，回去以后多注意休息啊。那哪行啊，我还教书呢。教书？他在村里边一直当老师。哦，还是老师啊？代课的啊，我给4年级和5年级代课。不容易啊。大夫，那您看了我这病能治好吧？哦，教书恐怕不行，你身体这么差，得休息和锻炼相结合。像你这样摔倒站不起来，怎么教书啊？啊？能站起来，就是慢点儿。那我得代课，我还回去给学生们上体育课呢。老马，你们先回去吧啊。回去以后多注意营养，不要感冒，护理好一点，吃点好东西，啊，让自己的身体尽量保持协调啊，要找好平衡点。这个，因为你的肌肉啊没有力量，很容易受伤的啊。大夫，我们村里人说郑州这个大医院能把我的病治好了，我也看过书，用针灸、吃中药就能调理好。我自己也加强锻炼，反正都不影响。文仲啊，你出去一下啊，我和你父亲谈一谈，行吗？哎。翻阅过资料，也请教过专家，加上你也说过你妻子得过这种病，大儿子也有症状，基本可以明确确诊。大夫，到底是啥病啊？这种病很少见，医学上讲叫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症。营养不良？这不是一般的营养不良，这是遗传病，跟基因有关系。就是说，病人的部分肌肉啊渐渐萎缩，肢体无力、变形，最后压迫内脏，人就不行。这病是不可逆性的，就是说，只能恶化，不太能好转。
他孩子他妈的病没这么重的。这得看发病的早晚。再说，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。可是别再治了啊！别说在我们这里，就是北京、上海，在国外也看不好，多花钱没用，这是不治之症。还是回去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啊！大夫，我求求你，救救孩子吧，救救孩子吧，大夫。哎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已经尽力了啊！回去吧，当心点，先别让孩子知道，对他不好。文忠，你咋了？大夫，我还能活多久啊？孩子，话不能这样讲啊！我还想教书呢。大夫，这花多少钱，我们都治啊。爸，回家吧。爸，你别拿药了，拿也没用。大夫说有用。大夫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爸，那给青兰买圆珠笔吧。文忠啊，钱够了，钱够了啊！文忠，没摔着吧？没摔着吧？啊！爸，我不用你扶。文忠，咋了？爸，青兰那笔我拿着吧。爸，二哥，
有一件事儿在我脑子里面想了很久了，我一直没告诉你们。什么事儿啊？哼，你这花头点子多，你说吧。我呢，我想承包鱼塘，养鱼，然后在水库里养鱼。啊？怎么了？干嘛这么看着我啊？青玉，你有气魄，我支持你。谢谢二哥。气魄呀！哎，青玉啊，你是跟谁承包啊？我去找村长啊。可这水塘都是大家的呀，得大家都同意了才行啊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青玉啊，不是叔不支持你，这的确很难呀。大叔啊，你把这难处说出来，看看我能不能给想个办法。这鱼塘是大家的，大家都有份儿。原来也有人承包过，没包成，就是因为他没有资金，没有计划。要是能让大家相信，能让大家有好处，大家同意了，这是第一步。这第二步呢？大叔，我们先来谈谈这第一步吧啊。大叔，我算了一下，在这儿呢。去年1年呀，我们家从这个鱼塘里面就分了7斤鱼，按照最贵的价格2块钱来算，也就是14块钱。咱们村里边一共呢是37户人家，就算是40户吧，总共收入不到600块钱。这个鱼塘要是让我承包下来，我们签个合同，1年下来，我保证每户可以分到30块钱。过年的时候呀，我再让每户分上5斤鱼，你看怎么样？不可能，你养鱼也是养，我们也是养，为什么你就相信你的鱼养得比我们好呢？青玉啊，不要说大话，要实际。大叔，那这样吧，我爸也在这儿，今天就当着我爸的面，我们把这个事儿给定下来。大叔，我古青玉啊是很实际的，你要相信我。我也没办法，我女儿她就是这么个倔脾气。哎，刚才你说的是第一步，那还有第2步呢？这第2步就是钱，你哪来的钱？这个事儿您就不用管了。我是关心你。我知道，谢谢你，大叔。你要是真的关心我啊，那你就让我承包鱼塘喽。几年？5年。5年？哎呀，青玉呀，你可不能狮子大开口啊！承包5年，要亏了怎么办呢？如果真的承包，那得先承包1年。不，就5年。我有计划。青玉啊，你再好好想想。你做事我是一贯支持，可你一下子承包了5年，还加个水塘，哎，这可不是个开玩笑的事儿。爸，你放心，我有底。我算了一下啊，你看。又算了？当然了，我是从书上看来的。人家外面搞承包呀，没有大手笔是致不了富的。那个村长要是真同意了，你的钱哪儿出啊？光靠卖几个猪仔的钱是不够的。哎，你总不会向亲戚借钱吧？当然不会了。哎，爸，我想把咱们家这个房子给抵押出去。啊？干什么呀？我要贷款啊！贷款？啊！找谁啊？请问是行长吗？是啊。你好。啊，请坐。我来呢是想办个人贷款。姑娘，我们可是很少把钱借给个人的。可是国家有政策，个人是可以贷款的。行长，您看啊，这个呢是我和村里面签的合同，这一份是村里面证明我们家的房子，还有这一份呀是我的计划书。计划书？对，
我就是想让你们相信我是有信用的，而且我有信心能够把钱赚回来。在这个计划书上啊，有我对未来鱼塘的规划。哟，你的计划书真令人信服啊！你怎么不考大学呢？大学没考上，在复读吗？不上大学是挺遗憾的，可是我想用我的努力来证明我的实力。我想把我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、更富裕。好啊，哎，行长，我的贷款行不行啊？可以啊，我就冲你这句话，我也支持你。哎，真的啊？不过得按程序办。好，没问题。谢谢你啊，行长。哎，那份合同还没盖章呢。啊，我去告诉我爸去。爸。哎，青玉啊！啊？怎么撅嘴啊？没带成啊？哎呀，怎么骗我呀？哎呀，好你！哎呀，爸，你要怎么奖励我？我呀，我给你买一把最辣的胡椒。爸，能不能换点别的？哎呀，咱们回去吧。哎，爸，等等，我还没盖章呢。哦，那你快去啊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丫头真行啊！青林，你大哥那边最近还好吗？好，他去看山林了。哎，爸，你也休息休息吧。你看我这能休息吗？青玉非要承包这鱼塘，还不知道行不行呢。我看行，我相信庆玉的。二哥，就你好。爸，我们要不试试，那怎么能知道不行呢？哎，家里妹子进城来，家里妹子莫去害，曾令我姐，哎。自就好带动，来提桶水上来。哦。来，够了吧？够了。姐啊，这些鱼就吃这个呀？对呀。我这是从书上看来的，我们这个鱼塘啊，就得科学喂养。姐，你懂得可真多。咋了？他不起来。哎，从昨天回来到现在，一口都没吃，这咋行啊？文忠啊，起来了！坐那干啥？起来！哎呀，啊，吃饭。白日依山尽，你不能老是不吃不喝的呀。黄河入海流。再有天大的事儿，你也得吃饭。欲穷千里目，你都1天多不吃饭了，你想饿死啊？更上一层楼。上楼上楼，你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了，上什么楼啊？吃饭吧，啊，妈给你煮了鸡蛋，妈给你剥啊，来。破鸡蛋。你，哎，我造了什么孽了？你这个败家子儿！我让你吃饭，你都是怪我。日子没法过了。
到了什么孽呀？别哭了，妈，你快问你儿子去，听见他都说了些啥话呀？我让他吃饭，他倒是怨开我了，净说些不着边的话。他怪我，他怪我！啊，这个不孝的东西！哭吧，哭吧，大声点哭，让全村的人都听见。啊，你这个老东西，我哭就咋了啊？不去管你的儿子，你倒说该我了，你有啥本事吗？大夫说孩子的病治不好，孩子心里本来就难受，你这又哭又闹的，哎呀，烦不烦？我让他吃饭也是为了他好，我招谁惹谁了？你就不能让他静一静？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啊！你咋和你儿子一个样？他有病，我还有病呢。文妮还有病，咋了？救他金贵。他比你们的病都重。妈，你别哭了，妈，别哭了，妈。你还说呢？别哭了。要不是你，我这家能成这样吗？好你个马英才！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，我咋把两个儿子给闹病了啊？我是他娘，你不是他爹，你就没事儿。会不会想不开呀？哎呦，还傻站着干啥？快找啊！进来。文仲啊，可千万别想不开，妈不就多说了你2句吗？二哥，招呼你二哥。二哥。干啥呀，二哥？你在这儿干啥呀？要看得远点儿，没啥呀。二哥，你得想开呀！你咋不想开了，二哥？文仲，咱是庄稼人，可千万别钻牛角尖儿啊！二哥，你说话呀！你咋不说话呀，二哥？说啥呀？哎呀，你这是……我想看看黄河。我就是想黄河了，来看看。呀，你呀，哎，你可把我吓死了！我还以为你想不开，要跳黄河呢。爸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妈让我吃饭，我不应该不吃。文仲，你妈不容易，她让你吃饭，也是为了你好啊！啊，坐。文仲啊，我知道，爸，我不是不吃饭，我
是在想，医生说我活不过20岁。那我剩下那几年干嘛呀？文忠，你是个男子汉，要坚强起来，面对现实。你想一想，黄河是不是指代？俗话说，江河不完水不流，黄河99道弯，人也一样。谁这一生不是踩着坎坷走过来的？文忠，你腿有毛病，可你有手有眼有心呐。你的文章写得不错，有才华，将来可以搞搞写作嘛。我就不信我的儿子不如人家。文忠，要为自己争气，给爸长脸啊！文忠，你说黄河大堤上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坝头？为了减弱洪水对大堤的冲击力。那你说，坝头重要还是大堤重要？大堤重要。坝头是保护大堤的，这就是坝头的作用，坝头的价值。有些人生来就像是坝头，这就要承受比一般人更多的打击和磨难。文忠，既然老天爷把你生来就是坝头的命，那就要挺住，像坝头一样堵住洪水的冲击啊！我像大堤的坝头。是啊，你现在要抓紧时间学习，把什么都学会了，能发挥作用的时候，你就是坝头。那我能学会吗？咋不能？你英语考了91分，不就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学的吗？人活在世上，丧气不如争气，路还长着呢。爸，我这样我拖累你们了。别说傻话了，你的心思爸知道，爸的心思你还不知道。如果能办到的话，爸的这条腿真想换给你。好了好了，别再倔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要记住，咱们全家人都是你的腿啊。爸，我想吃饭。张老师，文忠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求您点事儿。说吧，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。我现在在家呢，我想学英语。文忠啊，你在崔小课待的不错，我都听说了。学英语啊，好事情，我支持你。现在每天中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播英语教学节目。借收音机啊？嗨。
哎，什么事儿？韩老师，我是我2班的学生。哦，村这头那个李小二哈，嘿嘿，怎么不上课呀？你们？放假，老师都得去干活。哦，那什么事儿？有2道数学题，我不会。嘿，你上课的时候我听得特明白，可现在忘了，所以我想来问问你有没有空。哦，好啊，我看看什么题。数学题。你干啥？哥，我想听你收音机。那别弄坏了啊。嗯。刘大哥讲话理太偏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？男子打仗到边关，女子纺织在家园。白天去种地，夜晚来放棉，不分昼夜那辛勤把活干。讲，妈，你干啥呀？烦人！吵吵闹闹。这是豫剧啊！豫剧咋了？豫剧也不能听。切，不能听算了，有啥了？哎，干什么呢，青兰？摔坏了给。你看看那青兰，一句话都说不得了。哎呀，你就让他听一听有啥嘞？就不行。这，都是你惯。人家张老师啊，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才把那收音机借给了文仲。咱要是听多了、听坏了，拿啥赔人家呀？收音机借来是学外语的，现在可倒好。怎么了？嘴撅得跟喇叭似的。多少？你看咱妈就是不让我听收音机。你看咱那孩子那身体都成啥了，还学啥外语？他是个什么料啊？我心里最清楚。你看看，就买了那么几本英语书，就花了好几块。你倒是挺舍得的。要有那钱啊，还不如给文仲买点肉吃吃，补补身子，那倒是正经事儿。你看我干啥？看看咱这个家吧，那是个什么家呀？家里没人管，地里也没人管，日子还过不过？别熬着了，明天就没天了啊！哎呀，看这些书干啥呀？白费劲嘛！就是考上了，你也上不了。我自学。自学干啥呀？当作家。哎呦，你就在家坐着吧，别做那梦了。咱啥家也当不了，咱家祖坟上呀没长那棵草。我爸说路走对了，得挺得住。哼，听你爸的，那黄河水啊早就干了。本台消息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一直以来，我省农村教育摊子大、底子薄、基础差，农村中小学校舍还十分简陋陈旧。泥桌子、泥凳子，里面坐着个泥孩子，是如今办学条件的真实写照。在今年，我刚才在你收音机上听到，现在可以私人办学。3点要求私人办学啊：1是要保证农村中小学公立学校呀，总归是公立。2是真的，我真在收音机上听到了。3昨天晚上我就听着了，早上又听了一遍，是真的。社会力量要是真的，也不可能是咱们这儿。那人家外地能办，咱们这儿咋就不能办呢？我明天回学校给你问问啊。要是能私人办学，送子弟读私塾，
知识分子教学生读我书，自己也能办。采取禁止。我这走过了一弯那个腰，又一弯，走一弯呀。文忠，看书呢？大头哥，吃饭呢？正吃着呢。文忠，哎，咱们村那帮人呢，哎，混世魔王，要都像你这么用功啊，哎，那就好了。什么混世魔王？哎呀，就是咱们村那帮调皮捣蛋，成天不上学，净干那偷鸡摸狗的事儿。大头哥，哎，你吃的什么饭呢？早饭还是午饭？哎呀，文忠，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吃啊？文忠，你什么时候再到村小去带学？不行了，腿不行了，做老师上课不能老迟到。哎，文忠，都说你带的不错，那怪可惜的呀。那个现在这个收音机上说啊，现在国家允许私人办学，我就想办个学习补习班什么的，让孩子到我家里来上课。那不成私塾了吗？不可能。可能的，国家现在允许办，而我自己现在也能教，我就想试试。文忠，你别痴心妄想了，要都能教啊，还要那村小学干什么呢？老师啊，不都回家办私塾了吗？收音机里这么说的。说不归说，信归信，这做不做呢，又另一回事。文忠啊，你还年轻，这事儿啊你不懂。要让私人办学，还轮上你啊？这我还办呢，真是异想天开，这。奶奶，慢点。坐这儿。妈，这里看得远，又能看到人，又有太阳，晒晒，暖和暖和啊。奶奶，感觉好点了吗？渴了就喝点水。我们下地了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漏！哎呀！哎，摊子！喂，摊子！摊子！多姐，你说没问马老师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当你他告诉你爸，切，我爸？你以为我爸是你爸呀？我爸1个月才回来几次，跟你爸一样了，挨家挨户收钱，像个地主。你爸才是地主呢，我爸只不过是在县里向村里收租费罢了。嘿，那就是地主。你好了，别吵了。你说你笨的。干什么你们？人睡觉呢，那么不懂事儿啊？走，关你走什么事啊？就是怒。鱼，加！摊子敢让我走，怎么？摊子，滚地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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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吧，摊子，滚地好！上来！哎呦，文忠，这是咋了啊？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摔着了吧？啊？没事儿。哎呦，咋了？就是收音机摔坏了。哎呦，你跟那帮孩子瞎闹啥呀？看，
把收音机都给摔坏了吧？爸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哎，你这是咋了？来，我扶你起来。来，哎，文忠，咋回事啊？中午摔了一下，然后这个腿就使不上劲儿，起不来了。咋摔的？哎呀，他去追那几个捣蛋鬼，摔了一下。啊，以后别理那些孩子们。爸，他们还小呢。也不小了，再过2年就可以出去打工挣钱了。那不念书了？哎，这些孩子们哪有心思念书呢？那总得想个办法呀。爸，我一直在想。王老师，快动！文忠，三贵，王老师，这是咋了？找自己说。哎，马强，咋回事？还要给文忠道歉去？我又没错。你兔崽子，你还嘴硬啊！4大2把你的事全给我说了啊！你这个没脸没皮的东西，你初中都考不上，你还有脸在村子里边到处乱逛啊！我打死你！支书，副官啊，你整天不务正业，你都多大了啊？你也不替你老爸想一想啊！你别人举对我，你也惹我生气啊！我养你干啥？啊，我养你这个儿子干啥？你都不能学点好吗？打死你得了！哎，三贵，哎呀，干啥你这是？三贵，哎，三贵，你这个老不死的你，你要把儿子给我打死你！别人背后说你，你拿儿子给我撒气呀你！这个破官有啥好当的？你就是不听。文仲不是说了，跟马强没关系，你就给我个老面子，算了吧啊！我说不是马强干的吧？你偏不信。哎，我问你，这孩子是招你了还是惹你了？啊，你照顾孩子几天啊？啊，今天你倒成了包公了你。那你就护着吧啊！这孩子都是你惯的了。三贵，别伤了孩子，消消气啊！孩子不打呀，不成器。3天不打他，他就上房子接瓦去了。那儿子总有一天呢，非让你打死不可。你给我少说点。我就说，儿子走。三贵，消消气啊！来，到屋里边坐一会儿吧。啊，不了，王老师，我呀，还是回去吧啊。哎，看啥？有啥好看的啊？没见过管孩子，回去歇了。走，快走。哎，你笑啥呢？爸，你看，这个办法好。走，咱们回家睡觉吧。不睡，练练。钱校长，村子里的孩子整天在村子里边荡来荡去的，也老闯祸。文忠啊，这就不是你管的事儿了。我想学校能不能啊，文忠，你的想法我理解，但我们学校不能管他们一辈子吧？文忠啊，你看那个带头的叫陈作杰，他父亲是做防腐生意的，钱倒是赚了不少，可是就是管不了他，想了多少办法呀也不行。这个陈作杰是个老留级生了，1年考不上再考，还是考不上。考不上不要紧呢，哎，他还把全校的总分给拉了下来。现在学校竞争也激烈呀。钱校长，那把他们这么放在外面，那不是更糟吗？那已经不是我管的事儿了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事了。那他们都还是孩子，不能不管，不能失学呀。他们并不失学，是他们不想学，我不能硬逼他们学吧。再说了，要是把他们都弄到学校里来啊，我还真怕一个老鼠啊坏了一锅汤呢。钱校长，文忠啊，我知道你想教学，想当老师，可是这老师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当得成啊。你身体不好，否则你可以办个私人学校试试。可你现在这个样，不行啊。
以背上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，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的追逐。因为誓言不敢听，因为承诺不甘心，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，去说服明天的命运。没有风雨躲得过，没有坎坷不必走，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，不去想该